7月下旬时，因为兔子突然有了一个 job offer， 我们临时决定去多伦多旅游，但只剩下凌晨抵达的机票，所以第一站就往瀑布出发，一个不用担心开门时间的景点。途中会经过 Tim Hortons 的第一家店，就顺便吃个早餐。进去柜台旁有一个外带专用的 locker， 看起来就是扫 QR code 领餐，不像美国通常就随意摆在架子上自己拿，很没有安全感。餐点也不错，是现做的，不像美国 Starbucks 都是卖冷的三明治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museum 其实就是重现以前柜台和甜点，以及展示不同时期的制服和用品。看到2000年的价格，一个 Maple Pecan Danish 才1.25块，面包汤才4.49块，完全感受到通货膨胀。如果忽略掉有一点破的沙发，这里的空间和座位设置还是很不错的。吃完早餐，我们就往瀑布出发。尼加拉瓜大瀑布是世界3大跨国瀑布之一，很多游客会走过彩虹大桥去瀑布的另一端，费用只要加币1块钱。所以其实入口附近就有一个可以换加币的地方，但是汇率不大好。我们从旁边看，队伍非常的长，估计是要准备好护照，就是一个排队过海关的概念。这里的设施感觉比10年前要多，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坐船。听说红色雨衣是加拿大，蓝色雨衣是美国，所以就会看到岸边各有代表不同国家的旅客。尼加拉瓜大瀑布其实是由3个瀑布组成，其中最大的就是 Horseshoe Falls， 旁边还有一个步道可以近距离的观赏。雨衣是黄色的，所以在路上看到什么颜色的雨衣，大概就知道他们刚刚去了哪里。中午我们选择吃加拿大东部的特产 Poutine， 刚好这里有一家连锁店，虽然还不错吃，但是吃完之后一连好几天我们都不太想吃薯条了，因为分量实在太大。总之是个充满炸薯条和 cheese 的食物，充满着罪恶。下午我们决定回到饭店去休息，顺便开箱饭店。房间虽然有点旧，拉开窗帘可以看到瀑布，这点有加分。只是床上的天鹅有点一言难尽。这次订饭店主要是为了停车场，因为这附近的停车都不便宜。这里停好车之后，付1天的费用，可以直接步行到瀑布，算是蛮方便的。check in 时我们才知道饭店会送我们 WeGo 的 pass， 所以我们其实停好车就不需要再开车了，懒得走路时还可以跳上公车直接回来。饭店楼下有一家 Hershey's 的店，在美国从来没有看过，在加拿大看到，里面除了卖他们家放大版的巧克力，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周边产品，例如护唇膏和沐浴用品等等。很多人都会在这里过夜，所以路上有很多店和不同的设施，又非常热闹。这张照片是在惊叹里面的员工可以边滑手机边搅拌 fudge， 非常厉害。虽然我以前来过这里，但是没有看过晚上打光的瀑布。既然都已经住在这里了，不看有点可惜。走着走着发现封路了，才知道晚一点会有烟火。好像夏天的晚上，天气如果许可，都会放5分钟的烟火。放烟火的时候来说个尝试做影片的缘由好了。我好像工作运一直都不是很顺，总是遇到很多奇葩。兔子说我都可以写书了。像我之前工作，我都觉得我被诈骗进去的。原本应征行政助理，结果进去才知道我是特助。后来我终于懂了，所谓的特助呢，就是特别需要助理的意思。因为主管出马常常都会出错，还有需要一个助理来当做挡箭牌。例如我刚进去不到1个月，他叫我打电话给分公司的一个关系户，他短暂寄放一个器材在仓库，但是一直没有来拿走。主管就要我打电话威胁他来拿。他说因为我打电话过去，他就可以跟对方说这是我们小姐的主意哦。我心想，让人背黑锅是一件这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吗？再来，一般要让人家背黑锅，会当着对方的面说吗？
第二天早上的行程是去 Niagara on the Lake， 据说 Ontario 的酒大多都是这里生产的。我们在附近的 Soko Bakery 咖啡吃早餐，进去才知道原来是一家 Korean Bakery， 店面不大，客人看起来像附近的居民，但是点心都很有特色，每一样都很好吃，也不会很甜。Green Onion Scone 有真的 Green Onion， Soufflé Cheesecake 的口感比较扎实，红豆也很红豆，咖啡也好喝。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看得出来很用心的经营，连杯垫都很可爱。吃完早餐后就去 Ice Wine Tasting， 附近好像比较少有酒庄提供 Ice Wine Tasting。兔子找的这家一个人35块，价钱也合理，里面服务员人很好，愿意让我们2个人分着喝，这样兔子就可以安全驾驶。附近沿路都有 Wine Route 的标示，配着漂亮的风景，路边还有一群疑似加拿大鹅的生物。就这样一路开到 Downtown。 补充一下，刚刚的酒庄一共提供4种 Ice Wine， 2种是 Vidal 的葡萄，另外2个是 Riesling 和 Cabernet 的葡萄。后面2种价位就比较贵，制作也比较费工，但是 Ice Wine 相较之下价位都是偏高。我们不小心也买了1瓶，买完才想到我们的行李只有买 carry on， 结果回程机票就还要再加买托运行李的费用。回去路上经过一家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面包店，店里除了有卖欧式面包和看起来很甜的蛋糕，还有我们不懂的烟熏肉类和来自欧洲的食品和用品。吐槽一下这次租的 Mercedes-Benz， 我们果然不适合开高级车，拿到车后在停车场研究怎么调整座位和镜子，就花了15分钟。听说我们是这台车的第一个驾驶人，但是在还车之前，竟然发现后面玻璃和车厢间的胶条竟然已经掉了，整个很无语。我们来开箱饭店，这次我们在多伦多都是选择靠机场的住宿，因为市中心的饭店一个晚上都要200块起跳，又不好停车和开车，我们就不考验自己的开车技术了。这个是在 LCBO 买的小镇的红酒，纪念一下。听说欧美看到绿色的甜点都是开心果，亚洲都是抹茶。下一站 Habermery。